我們持續要關心伊朗呢，在這場戰爭到現在其實強硬的堅持不退讓哦，並且他堅守他的核底線。今天會來關心的是，另外他最近呢向中東5國正式的求償，在這場戰爭當中，他認為賠太多錢了，要向他們來求償。另外呢，川普則是自嗨說呢，德黑蘭。在這個時候向美國求和，結果被打臉。等一下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現在也有個最新預測，針對油價的部分，可能持續漲到$170，被說是反助伊朗可以持續壯大嗎？今天會一起來關心。好，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我們會一起來做解讀。首先，第一個看到的是川普說了，伊朗主動的求和，但事實上伊朗就否認了，還強硬反擊。那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等一下我們都會一起來做關心。再來就是有關於核底線的部分，伊朗到底有沒有可能把它的濃縮鈾如美國要求的交出去呢？還是會偷偷造核，再壯大自己的核能力？第二件事情來看到是伊朗向中東5國求償戰爭的損失哦。再來第3件事情也會看到，現在中東是否再現麵包危機陰影呢？因為我們從過去歷史上來看，過去的埃及到阿拉伯之春都有上演過類似的暴亂，這一次會不會再掀起革命，釀成這種極端勢力在中東地區重新捲土而來？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一起來做關心。好，我們來看到美軍在昨天晚上10點正式的全面封鎖了荷姆茲海峽之後，還警告任何接近這個區域的船只都會立刻的被殲滅。川普更喊話，伊朗甚至呢主動來電了，伊朗啊他想要談判，而習近平主席也希望這一場戰爭趕快的結束。但是伊朗真的有求和嗎？我們來看最新的消息是立刻被打臉，伊朗的海軍司令直接說呢，川普的說法是極為荒唐可笑的，他們並沒有要求和哦，並且呢警告說呢，現在荷姆茲海峽已經被密切的監控，而且呢一切都在這個致命漩渦般的他們的嚴厲的打擊計劃裡面，也就是說，任何的商船、任何的軍艦敢經過的話，都是會陷入危機的。再來特別來看到的是，美伊雙方其實到現在也是互不相讓的議題，就是有關於核能的問題了。特別來看到美國條件是什麼呢？暫停濃縮鈾生產20年，並且要全部把它的高濃縮鈾全部移出境外。再來，伊朗則是說呢，最多我只願意暫停5年的時間而已，所有的材料還必須要留在伊朗的境內。問題主要症結點就是，伊朗一旦他把核材料都給拿出境外的話，還能保住國家安全嗎？再來，我們來特別看了這張畫面哦。其實呢，伊朗還指控美國犯下了戰爭罪，大家還記得嗎？當時在2月底。這個美國跟以色列轟炸了伊朗當地的一所女子學校，一共造成165名的孩童傷亡哦。於是呢，伊朗議長其實在4月初，他去跟這個美國做談判的時候呢，他特地帶着這些遇難孩童的照片，一個個我們可以看到，就放在這個飛機的椅子上面，說是要帶着他們一起去做談判。所以可以看到這個政治問題其實已經升級為血債問題了。伊朗會這麼容易輕易的讓步嗎？現在看起來其實是非常非常困難的，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大使怎麼看了。川普宣稱的伊朗主動來電哦，說要達成協議，但是從伊朗的動作來看，又是川普在吹牛嗎？有沒有可能他真的放棄他的核武呢？那謝大使怎麼看？我想川普說伊朗主動來電哦，這不知道這個電給誰？是電給他，還是電給美國任何單位，還是跟這個中間穿針引線的巴基斯坦通電話？所以川普，我覺得他講話現在看起來他的那個可信度不高。那從很多方面判斷，伊朗是不會直接打電話給美國的。這一次雙方能夠在伊斯蘭馬巴德產生雙方面的談判啊，是這個中間人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是在中間怎麼樣穿針引線，希望啊雙方能夠用談判的方式來停止這場戰爭。因為再打下去的話，受害的絕對不是只有伊朗，受害的是那些整個海灣國家，通通被拖進去了。那甚至的話，它會影響很多國家的能源的價格。能源價格一高漲的話，它會引起不只是區域的安全危機，區域的經濟危機，會造成全球性的能源危機之後，造成這個全球性的經濟危機。
當然，川普他講的雲淡風輕，他說我們不需要伊朗，我們不需要這些中東的原油啊，對，他意思說他就可以躲得過去，這些是你們的問題，不是我美國的問題，對。然後他還說，我把荷姆斯海峽啊封閉以後啊，你們就來美國買啊，我美國多得很啊。對，尤其你們要 PNG， 對不對？你們要這個液態瓦斯，那美國多得很啊，對不對？可是當時歐洲買不到的時候，去美國買是市價的4倍，美國這邊發人家的國難財，哎，那你現在這邊的量是全球的20%，不管是油跟氣，這個油跟氣你在短期這個20%斷供的話，那對很多國家是致命性的災難，然後這些。不管你買得到或買不到，那油價跟這個天然氣價格就會往上竄。因為它的定價並不是一個國家自己在定價，它有一個公定的这個市場的定價權。美國也沒有，美國油公司也不能說我自己定啊，對。所以你一桶的成本，它就是用這個公定價錢，用市場的機制決定的價錢。那現在這個情況下，事實上的話，第一天他宣布以後。這個西德州能源跟這個好能源指數啊，布蘭特好，大概分別漲了7到8%，那繼續會漲，繼續會漲，所以人家說漲到170，那如果這個情況，你把荷姆斯海峽真正把它封鎖起來，而且美國的大豆協會聽說他們已經發了新聞稿說，你不要開玩笑啊，川普先生。我們這一些很多，我們這些農業用的這一些好肥料的原料都來自海灣地區。對，你現在你把這個肥料價格你給我搞上漲到3%、30%、40%、50%，我們就完蛋了。我們這個農業也垮了。所以川普講的是，哎呀，雲淡風輕，你們的危機就是我的賺錢的機會。事實上不是如此。那所以這件事情基本上就，川普事實上現在美國很多人都說他有問題啊，這個判斷有問題，因為他在事實上在范斯在談判的第一天，他去看美國的決鬥，還跟那個決鬥手還在那邊握手，哇，看得興高采烈的，就是那個鐵籠決鬥格鬥，他去參觀。人家說這個人太有問題了，這麼重要的事他去看那個鐵籠格鬥，對不對？所以其實現在大家害怕都是這個全球能源危機啊。那這個能源危機如果出來，不像川普講的這樣啊，川普這個美國的這個經濟啊，美國的能源價格上漲，美國也承擔不起。那他11月就不要選了，所以很多人都搞不清楚他現在在想什麼。然後。他的出手手還是今天在罵這個啊，褒獎這個啊，天天在那邊寫文章，看起來好像有點脫離現實啊。這個是美國的災難，也會造成我們的災難。沒錯，現在看起來這場戰爭現在是全球買單，包括了美國之內，美國在內也會受到非常嚴重的重擊哦。因為 IEA 其實最新也做了一個預估，說接下來的這個有關於能源的衝擊，其實是超過1970年代的這個石油危機的。那現在確實油價極端已經被預估上看到170塊錢了。那油價這幾天也瞬間飆漲，最高達到8%，突破$100大關。IMF 持續的下修哦，這個有關於全球的經濟成長下修2.2%，通膨恐怕超過5.4%。再來就是全球的供應鏈問題了，這個原物料吃緊啊，包括了這個塑膠啊，還有 LNG 天然氣、半導體都拉警報。製造業包括本來是做這個日本的衛浴設備的 TOTO 廠商，它也暫停接單了，因為現在製造業產能也大減，運輸成本當然也暴增哦。波斯灣航線的這個運價也不斷暴漲4倍，40此櫃突破了$8000。美國自己會不會先撐不住？上次哥怎麼看？我想其實大家都很好奇，說到底川普怎麼想的？因為美國封鎖荷姆斯海峽，無疑的就馬上對油價就變成了一個很大的這個碰撞哦。可是呢，那川普到底難道他完全不在意嗎？其實我們看到了各方面的這個研究跟評估起來分析，大概有3個角度。首先，第一個部分是油價哦，當然油價從先前大概60左右，60、70，但一開始從2月底開始，馬上是3月一整個月來，
每次只要情勢緊張，它就漲到100到120。可是稍微有一點點好消息或稍微緩和消息，就大概回跌到100以內。所以現在到底100到120是不是就是最後是它這個漲幅的區間？包括資本圈裡頭很多人在看，當然喊出170啊這種嚇人的也還是有，但現實面上是不是始終都有在這種緩和哈？所以因為畢竟來講，現在整個波斯灣的石油並不是斷供，而是減供。所以還是從其他的渠道部分出去哦，所以這裡頭再加上，因為這次你看美國自己產油，俄羅斯產油，中國大陸因為自己儲備油夠，所以在幾個大國，中國也沒有因為這油受到影響，所以我認為這是整個對於油價並沒有崩潰的很關鍵的原因。那麼第二個部分，當然就剛剛前面提到的，就是說布蘭特原油作為全球的指標當然是高的，但美國自己國內的是所謂這個西德州原油，大概跟布蘭特原油都有大概10塊到10幾塊、20塊美金之內的這個緩衝差價。美國當然石油油價也高，但跟全球比起來還是少一點點啊，已經有賺。所以美國當中還是不是跟全球的這個油價的聯動這麼高？第三個，我認為就是還是在於從資本圈來講，現實產業圈，因為剛剛講有缺嘛，有人漲，這個裡頭是有實業當中，尤其在亞洲地區影響很大。但然而，就資本圈來說，其實漲跌對他們來說都只是投資與否的損失。所以你從資本圈看油價這件事情，跟現實的石化業，尤其亞洲地區缺油，這個是2個不同的概念。漲可以賺，跌也可以賺哦。所以這個部分其實資本圈現在看到這些數字的變化裡頭，大家不要覺得一定就是很恐慌的。但我們不得不說，能源的欠缺現在開始外溢到前面剛剛大使所提到的，包括各式各樣的肥料。我們要看一個指標哦，中國大陸像過去很多東西，它還是繼續自己夠有，可是它唯獨開始把它的化肥，我們講包括氮肥啊、氨啊跟磷，開始禁止出口。也就是說，中國大陸如果有餘力的話，它還是會給東亞地區、亞洲一些國家，菲律賓啊、日本、韓國會給一點。但你如果去注意中國大陸也突然斷供的東西，就表示說這個東西其實中國大陸也對於自己本身農業方面的儲備非常謹慎，要顧自己了，沒空再顧你們這亞洲其他小國了。所以反而大家要注意的，除了能源油價的變化之外，現實從能源產生出來的這些化肥啊等等的，有哪些領域現在其實中國大陸收緊了，而且沒有對外多說什麼，那這個部分反而要多注意的。好，那我們看這場戰爭引爆的，不管是在能源啊，還有原料，甚至在糧食上面的危機哦，逐漸的在浮現。現在是擔心說，這個糧食危機持續的，如果在中東地區持續的引爆，而且越來越大的話，會不會在政治上面出現動亂？那讓更多的這種比較激進的組織崛起？為什麼這麼說？因為現在呢，中東地區正在重演的是當年的麵包這個暴亂。那其實當時在1977年的時候發生的這個埃及的糧食危機也有類似的情況，甚至到大家比較熟知的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也就是在這個時候糧食危機引爆政權的崩跌跟 ISIS 的崛起。現在擔心的是現階段會不會有類似的事情發生？那幹哥又怎麼看？如果這樣子在全球的經濟緊繃的情況之下，那一定要怪罪於美國發動對伊朗的這種戰爭。為什麼？我們從1977年的埃及，它因為物價的上漲而產生了很大規模的暴亂，但後來被平息下去了。幾十年之後，大家還記得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嗎？其實它的發生地不是在埃及，是在突尼西亞。它怎麼發生的？它就是因為物價上漲，然後本來有工作的青年，他活不下去，他推了一部車到突尼西亞的首都。他就是變成一個小販，結果被警察掌掴，他因為受到很大的屈辱，他當場自焚了。他的自焚造成全國動亂，造成所有的人民都上街了，就是史稱的茉莉花革命，就在2010年發生的。隔年2011年發生在哪裡？發生在埃及首都開羅，所以史稱這個活動叫做阿拉伯之春。把獨裁者穆巴拉克給拉下來了。穆巴拉克他執政40年，結果後來又換上了誰呢？換上了塞西。塞西現在已經執政13年了。埃及比以前更加威權，更加腐敗，更加的沒有辦法讓人民所接受。而在這個期間，就是說阿拉伯之春之後，更加的引致什麼情況發生？也就是所謂的 ISIS 崛起，伊斯蘭國的崛起。大家要知道，像這些事情
都會走到極端主義上面去，是因為什麼？因為人民活不下去，就是這麼簡單。人民為什麼會活不下去？因為受到國際局勢的影響。所以這個一體的兩面，甚至是三面，大家看到這種情況才會知道說，阿拉伯世界他們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相對我們在亞洲反而是穩定的，是不是？那就是因為說，當地他們受到了政權以及經濟因素的影響之後，你就會發現它會導致一些極端主義的發生。那伊斯蘭國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巴格達迪當時要成立的時候，我跟你講一呼百應。為什麼？大家認為說這才是伊斯蘭社會的未來的希望，大家都非常的看好他。結果巴格達迪一上來，砍頭的砍頭，削手的削手，挖眼的挖眼，進行極端恐怖統治。所以在伊斯蘭國現出他的真面目之後，他就失去了所有的阿拉伯的盟友，是這樣子。所以我們必須要說，如果再發生像伊斯蘭國這樣子的恐怖組織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呢，它會造成全球的經濟動盪的可能性會更大。所以封鎖海峽、登船檢查，甚至進行更大規模的空襲，我覺得這些都不是美國應該採取的行動，也不是伊朗應該採取報復行動的時候。阿拉伯之春已經是非常好的一個歷史教訓了，大家應該是要真正要開始坐下來談判，因為那個倒霉的最後還是無辜的老百姓，不管是伊朗本地的老百姓，美國人你也好不到哪裡去，你也好過不到哪裡去，這是一樣的道理。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